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华尔街的机构交易员们曾经信誓旦旦地拿着模型向所有人预测，今年美联储会慷慨地给出至少6次降息。但现在美国国债收益率狂飙到了10几年来的最高点，彻底击碎了这个充满玫瑰色的剧本。95岁的巴菲特手里攥着接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看着满屏的科技狂欢，1分钱都不敢往里砸。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把时间拨回几个月前，各大海外视频平台上都在齐声高呼一个词：牛市。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坚信通胀已经被彻底打败，资金成本即将大幅度下降，便宜的钱会像洪水一样重新漫灌整个华尔街。大家都在等待那个被称为美联储转向的狂欢时刻。结果，近期公布的各项核心物价指数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所有多头的脸上。住房成本居高不下，服务业价格极其顽固，能源价格更是因为地缘政治的摩擦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就像粘在鞋底的口香糖，无论美联储怎么用力踩踏，就是死死地粘在那里，根本甩不掉。彭博社和金融时报的头条近期风格全变了，记者们用极度悲观的笔调写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暂时性的通胀反弹，这是结构性的通胀生根发芽。美联储的官员们排着队出来发表演讲，口径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在通胀真正回到2%的目标之前，利率必须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在更高的水平。要真正理解美联储现在的强硬态度，我们就必须翻开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去看看美联储 CEO 鲍威尔内心深处最深的恐惧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近期发表过一篇非常深刻的历史评论文章。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经历了毁灭性的大通胀。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在通胀稍微有所回落的时候，迫于白宫的政治压力和华尔街的市场哀嚎，过早地开启了降息周期。这个致命的决定直接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通胀就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完成了2次反扑，最终将美国经济拖入了长达10年的滞胀深渊。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股市经历了长达10年的死水微澜。直到后来，作风极其强硬的保罗·沃尔克上台，他不顾无数企业破产的哀嚎，甚至顶着被人持枪威胁生命安全的巨大压力，把联邦基金利率极其残忍地拉到了20%的历史极值，才硬生生地把通胀这头怪兽彻底勒死，但也同时扼杀了一整代人的财富积累。鲍威尔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保罗·沃尔克的传记，他绝不希望自己在美国金融史上被刻画成第2个软弱无能的阿瑟·伯恩斯。所以，只要通胀没有被彻底按死在地狱里，他宁愿让股市多承受几个月的痛苦，也绝对不会轻易松开降息的阀门。当无风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稳稳地站上 4.5%， 甚至逼近 5% 的时候，整个资本市场的万有引力法则就被彻底改变了。在金融学里，有一个极其核心，但很多散户根本不关注的概念，叫做股票风险溢价，英文简称 ERP。它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投资股票是要承担本金亏损风险的，所以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必须大幅度跑赢毫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投资者才愿意下场玩这个游戏。你可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如果你买入一家市盈率高达25倍的科技公司，它的盈利收益率倒算过来其实只有 4% 左右。但是在今天，你把一笔巨款存进没有任何风险的短期国库券里，躺着什么都不干，每年就能稳稳拿到 5% 的利息。你要承担着公司可能倒闭、财报可能爆雷、高管可能丑闻的巨大风险，
去赚取一个比躺着买国债还要低的收益。在这个残酷的数学公式面前，估值模型的基础已经彻底崩塌。这正是华尔街最顶级的聪明钱正在疯狂撤退的根本原因。我们来看看股神巴菲特最近都在干什么。在近期举办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上，最让全场震动的数据，不是他旗下那些铁路或者能源公司赚了多少钱，而是他账面上堆积如山的现金储备，接近4000亿美元。这是人类企业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现金规模，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 GDP。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巴菲特不仅没有买入任何企业，他还在疯狂的卖出。他大幅度减持了自己最心爱的苹果公司股票。很多人猜测巴菲特是因为税率可能调整才卖出苹果，但他在大会上非常坦诚地告诉所有股东，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看看现在的股票价格，再看看现在5%的无风险收益率，他找不到任何有吸引力的标的。他觉得现在的价格根本不值得出手。这绝不是巴菲特老了或者胆子变小了。如果你翻开历史的剧本，你会发现这一幕似曾相识。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狂潮中，全天下的散户都在疯狂买入那些连盈利都没有的网站公司。那个时候，巴菲特也是坐在一堆现金上死死观望。华尔街的媒体当时公开嘲笑他，说这个奥马哈的老头子已经彻底跟不上时代了，说他看不懂新经济。结果2年后，纳斯达克泡沫破裂，无数散户倾家荡产，而巴菲特毫发无损，并且用极低的价格在废墟里捡到了满地的黄金。如今，历史的韵脚再次响起。面对华尔街分析师社区里铺天盖地关于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狂热报告，巴菲特用最真实的仓位做出了他的选择。他不听任何人的故事，他只看赔率。当无风险收益率高达5%的时候，买入市盈率40-50倍的股票，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极其劣质的赌博。不仅仅是巴菲特，整个华尔街的机构高管们都在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近期发布的一封致股东信中，极其罕见地用严厉的措辞警告市场。他明确指出，当前的资本市场对通胀和利率的预期过于乐观了。他让所有的投资者和企业主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利率可能飙升至8%的极端恐怖环境。8%的利率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整个美国的信贷市场将面临冰封，抵押贷款成本将突破天际，无数依赖借新还旧的僵实企业将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与此同时，像城堡证券这样的顶级对冲基金正在利用固定收益市场的剧烈波动疯狂吸金。他们深知，当资金成本不再是0的时候，市场的容错率将无限趋近于0。然而，在这个连股神和顶级投行都感到极度恐惧的时刻，反观我们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情况却呈现出一种荒诞的截然相反。你如果最近去刷一下各大投资论坛，或者看看中文社交媒体的财经板块，里面充满了让人揪心的故事。无数年轻的投资者在评论区里哀嚎，晒出自己亏损惨重的账户截图。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几个月前降息预期最浓烈的时候，用极高的杠杆冲进了那些热门的科技股里。他们坚信，只要美联储一降息，科技股的估值就会再次起飞。他们每天都在紧盯鲍威尔的每一句话，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解读每一个经济数据。只要通胀数据稍微低于预期0.1个百分点，中文社交媒体上就会爆发出狂欢，大家互相打气说牛市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种散户的狂热掩盖了目前美股市场底层的严重割裂。如果你只看标普500指数，你可能会觉得市场依然一片大好，
但这完全是因为微软、苹果、谷歌、英伟达这些超级巨头在死死撑着指数。这些科技寡头手里有着几百上千亿的现金，他们不仅不需要高息借钱，反而还能通过存款吃利息赚大钱。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投向代表美国本土中小企业的罗素2000指数，你会看到一幅血流成河的凄惨画面。这些中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真正底座，而他们身上背负着巨额的浮动利率债务。当美联储的利率从0飙升到5%以上时，这些企业的利息支出瞬间暴涨了数倍。他们原本微薄的利润被庞大的债务利息像绞肉机一样瞬间吸干。不仅如此，隐藏在水面之下的还有随时可能引爆的商业地产危机。在纽约、旧金山，大量写字楼空置率居高不下。那些为商业地产提供贷款的区域性银行手里捏着无数即将到期，根本无法以当前高利率进行再融资的坏账。这才是5%利率在现实世界里造成的真正杀伤力。在这样一个机构疯狂套现离场，美联储咬紧牙关绝不放水，底层企业哀鸿遍野，而散户却在满仓死扛的错位周期里，普通人到底该怎么自救？这绝对不是让你立刻清仓所有的股票，然后去买黄金或者躲进防空洞里。自救的核心是彻底抛弃过去那种靠着美联储放水来拉升估值的妄想，重塑一套能够在高息时代活下去的防御性框架。在这个错位周期里，真正的自救首先要从资产负债表开始，剥离对低质量现金流的幻想。在零利率时代，哪怕一家公司连续亏损10年，只要他的 CEO 能在台上讲出一个改变世界的宏大故事，华尔街的投行就会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塞进他的口袋里，因为资金是没有成本的，讲故事就能续命。但在5%的利率时代，资金变得极其昂贵。一家不能自己产生正向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如果它还需要不断地向银行借钱，或者向市场发行新股来维持生存，那么高昂的利息成本将是它的催命符。这个时候，你需要寻找的是那些手里拥有大量现金、负债率极低的企业。在大家都缺钱的冬天，账上的现金就是唯一能让你安稳睡觉的棉被。顺着现金流的线索往下挖，你会发现定价权是高息时代唯一的免死金牌。高通胀和高利率对企业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因为原材料成本在涨，人力成本在涨，借钱的成本也在涨。如果一家公司处于竞争极其惨烈的行业，它根本不敢涨价，因为只要它一涨价，客户立刻就会跑去买竞争对手的便宜货。这种公司的利润率会被高昂的成本无情地吞噬。真正能在这种周期里活下来的是那些即便每年把产品价格上调5%甚至10%，客户也只能咬着牙乖乖掏钱的企业。无论是像可口可乐这样依靠几十年品牌信仰建立起极强消费者粘性的消费巨头，还是像好事多这样通过极致供应链把控住商品底价的零售怪兽，只有具备这种深不可测的护城河的企业，才能把通胀的成本完美的转嫁给下游，在惊涛骇浪中保住自己的利润率。除了定价权，市场正在重新认识那些曾经被嫌弃的防御性资产，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多次经济周期考验的红利贵族。在人工智能的狂热时期，很多人觉得那些每年只能提供3%到4%股息回报的公用事业公司或者消费品巨头，简直就是毫无想象力的老年人资产。但是，《金融时报》的历史数据回测显示，在历次市场剧烈回调和滞胀环境中，正是这些被嫌弃的板块展现出了惊人的抗跌能力。当一家公司的股息率能够提供一个坚实的估值底座时，它在狂风暴雨中就不会轻易崩溃。它们绝对不会让你一夜暴富，但它们能确保你在漫长的冬天里不会被冻死。最后，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就是学会像巴菲特一样向无风险收益率低头，学会尊重市场的常识。很多年轻的投资者觉得手里留着现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是不思进取的表现。但是在高息环境里，现金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武器。当你可以通过短期国债或者货币市场基金
稳稳拿到5%的年化收益时，这就等于为你所有的其他投资设定了一个极高的及格线。保留一部分现金不是因为懦弱，而是为了在别人因为高杠杆爆仓而被动抛售优质资产的时候，你手里有足够的子弹去接盘。那些在危机中赚到大钱的人，永远是那些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准备好现金的人。整个华尔街的财富转移史，本质上就是一场流动性周期的残酷游戏。当潮水汹涌而来的时候，连猪都能在风口上飞起来，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但现在，潮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去。散户最大的悲哀，往往就是把中期的恩赐当成了自己的能力，又在中期逆转的时候，像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一样，拒绝承认现实。美债收益率的狂飙和降息的落空，是一个极其明确且致命的宏观警告。它在冷酷地告诉所有人，那个闭着眼睛买入任何热门概念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1-2年，将是真刀真枪拼基本面、拼现金流、拼商业模式底层逻辑的残酷淘汰赛。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